我把一段文字丢给 Cloud Code，他帮我生成这张图。这一集是 Iskali 做的 Cloud Code Skill 实测。写笔记的时候，很常会想到这边放图会比文字更清楚的时刻。要解释一个流程、一个架构、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图通常会更胜文字。但是要一个个拉方块、调对齐、挑颜色，每个小动作都很花时间。画完一张图，经常半个小时就没了。画一张图所花的时间，常常比写一篇完整的笔记还要久。所以我以前很多笔记想要配图，最后都没有配。那丢给 AI 画呢 ？ChatGPT 会用 Mermaid 帮你画 ，Cloud 则是会丢一个 HTML 档让你下载。前阵子我用到一个自己觉得很顺手的工具 ，Iskali 做的 Cloud Code Skill。先聊聊 Iskali 做本身。Iskali 做呢，它是一个免费的网页画图工具，只要输入这个网址，你就可以开始画图了。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手绘风格，让你看起来像是在白板上画的。很多技术社群用它来画架构图、流程图。它本身就是给人类使用的。最近也多了一些 AI 整合的玩法，例如等一下要说的 Skill。那为什么它适合给 AI 使用呢？3个原因。第一个，它的档案是 JSON 格式。JSON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纯文字的资料格式 ，AI 写得出来，电脑也读得懂。AI 写一段 JSON 档就可以产生出一张图。第二个 ，AI 画完之后，你可以接手继续编辑。AI 排版错的地方、配色不满意的地方，你拖进去点个2下，改个颜色就可以，不用全部重来。第三个，有 Obsidian 的外挂。把 Iskali 做的档案丢到你的 Vault 档 ，Obsidian 可以直接渲染出来。如果你像我一样笔记都放在 Obsidian， 那这个外挂可以让你的图跟笔记放在一起。那要怎么样让 Cloud Code 绘画 Iskali 做的图呢 ？Skill 在做3件事情。第一件，让 Cloud Code 改用 Iskali 做画图 ，JSON 档一样可以直接拉进 Iskali 做编辑器，要改线、换颜色、换个位置都很顺手。那第二件事情。教 AI 设计品味 Skill.md 里面写了一套设计原则，什么时候用 box， 什么时候用 arrow， 颜色怎么配，层级怎么分，留白怎么处理 AI 一进来就会读。第三件事情，自我验证 AI 生成完 JSON 之后 Skill 会教他把图生成 PNG 档，发现排版乱了，字超出框线，箭头交叠这种问题，再回头改 JSON， 通常会迭代个2到4次。这种自我检查的循环是这个 Skill 比一般 prompt 还要强的地方。AI 不只是写完 JSON 就交差，他还会看自己画出来的东西，但是通常还是要人进去调个几次。不过这次的 demo 我也蛮意外的，等一下就会看到。那要如何开始呢？准备好3个东西。第一个 Iskali 做 Skill GitHub 上的这个 repo 呢，连结放在资讯栏。Git clone 下来之后，整个资料夹复制到你 Cloud Code 的 Skills 路径。如果没有安装 Git 指令的话，也可以直接使用 download zip 的方式复制到你的资料夹里面。那第二个是 Python 的环境，自我验证那一步是使用 Python 把 JSON 渲染成 PNG 档。如果不会安装的话，可以请 Cloud Code 帮你处理。第三个能渲染 Iskali 做的工具。我自己是使用 Antigravity 直接开档，我们可以到 Extensions 这边输入 Iskali 做，点选第一个下载，安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Antigravity 看到 Iskali 做画出来的结果。那我们再到 Obsidian 看一下 ，Obsidian 呢也可以下载 Iskali 做的插件。那我们就在底下这个齿轮这边点选第三方外挂程式，然后我们先启用。启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浏览。浏览一样搜寻 Iskali 做，让我们一样点选第一个，然后点击安装。这样我们在左侧呢就可以看到这个 Iskali 做的 icon， 那我们就点击它。那跟刚刚一样，在 Web 画面看到的界面是相同的。等一下我们在 Antigravity 里面请 Cloud Code 帮我们画流程图，画完之后就可以在 Obsidian 里面直接看到。那我们来 demo 把一篇文章变成概念图。我前阵子看到 VK 科技阅读时间电子报那一期在讲 F1 的经济学，很长一段内容，包括车队超前、奖金分配、Red Bull 不靠车队赚钱的一些策略。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如果这边配一张图整理进笔记的话，就会很清楚。那我想要请 Iskali 做帮我把这一段内容画出来，那我们就复制它，然后我们回到 Antigravity 的画面，贴上了之后，我想要请他帮我用 Iskali 做画出流程图。那他这边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会先读内容，然后找出叙事结构，最后套上 Skill 的设计原则写的 JSON 档之后，渲染成 PNG， 自己再重复的看，检查有没有问题。好 ，Iskali 做渲染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那我本来预期还要再修正几次，但看起来第一版就直接到位了。那整张图呢分成几个段落，每一段都用不同的视觉策略。那我们来挑3个地方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是中间这一个烧钱的方程式。AI 把 F1 车队放在正中央，左边是用红色的箭头流进来，表示的是成本，包括一些营运、车手薪资跟耗品。那右边呢是用绿色箭头流出去，就是回报、行销、奖金、历史溢价。光是看颜色跟方向就懂了，左边在烧钱，右边在赚钱。整个结构直接把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视觉化。那第二个呢是资产的增值。那4支车队用横向排开，长度代表它对应的估值。那下面这边接了一条是2009到2024年间的这个时间轴，讲的是这15年间所有车队估值全部都是翻倍的。那第三个呢是 P-Star 眼镜的部分，那它一样就是一条时间轴，那上面放的呢是1950年代20到30秒的红色长 bar， 那下面放的是 1.8 秒的绿色小框框，再搭配上-96%这个数字，整个视觉差就出来了。那这些段落呢，其实都是 AI 自己决定的。它读完文章之后抓出叙事结构，然后每一段选最能讲那个叙事的视觉。那这就是这个 skill 的价值，它不只把概念塞进框框，它是在做一个叙事的设计。那一样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在 Obsidian 里面看到。那如果你对这个颜色不满意的话，一样就是可以点击它，然后点选下面这个调色盘，然后进行这个颜色的切换。不过在用之前要先讲2件事情，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这个 skill 很烧 token， 它每画一张图需要跑2到4轮的自我检查，每一轮都要重新生成整段 JSON， 加上 AI 还要看自己渲染出来的 PNG 档。一张稍微复杂图很容易就吃掉几万个 token， 如果你是使用 Pro 方案的话，可能画几张图就会踩到当周的上限，使用 Max 的话会比较合适。第二个，太复杂的图会撞到单次输出的上限，建议复杂内容直接拆成几张小图，比较好维护， token 也比较省。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看别的主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